我们今天接着来聊刘晓波跟08县长的故事啊。2008年的12月8号，刘晓波在北京的家中被中共的警察带走，由此踏上他第4次被囚禁之路啊。原本他们计划在2008年的12月10号这一天，也就是联合国正式颁布人权宣言的这一天呢，来公布08宪章的全文以及300多位首批签署者的名单。结果呢，就在这个事情的前2天，中共的警察把刘晓波带走了。显而易见这消息已经提前走漏了直到现在为止到底是什么人走漏这个消息还是一个谜但其实也不难想象，因为毕竟你这个签名涉及到300多个人，都是在北京，就是在中共这个权力中枢的眼皮底下，所以你要想这个消息彻底保密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个08宪章最早的起草人并不是刘晓波，刘晓波实际上在08宪章过程中间起到的作用是一个组织者这个08宪章的最早的执笔人呢叫张祖华，张祖华最早呢是在团中央工作，后来还做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团委书记也算是体制内的团派人物。后来在8964的时候呢，由于参加学生运动呢，他就被开除公职了。之后呢，就从事宪政研究。在05年左右的时候呢，刘晓波他们几个人一商议，就由他先来起草一个这个文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起草一个这样的文本呢？我猜可能有这样一个因素因为那个02年的时候胡温上台，胡温上台之后曾经有过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被称之为胡温新政。大家都知道，江泽民在8964之后入主中央虽然他跟朱镕基合作，在经济改革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在政治上总体来讲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高压的时态尤其是涉及到对8964的评价，那这个是绝对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的但是胡温上台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就是在06年左右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这个民间人士参选人大代表。大家还记得我在讲许世勇那期节目里头，大家都记得那个时候呢，许世勇这批民间人士参选人大代表，而且多数都当选了。当选之后这批人大代表进入到人大之后呢，还试图以这种人大代表为基础践行中国所谓的宪政体系。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当时有过那么一段政治开放期，或许正是这样的一种政治开放期鼓励了这批人，希望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构建一种民间跟政府之间的所谓的互动。于是呢，他们在这一起就开始起草这份文件。这份文件的名字一开始并不叫08宪章，好像叫什么人权的名字后来一直到08年的时候才有人说，捷克嘛，不是有个77宪章吗？那哈维尔搞的嘛，那干脆我们从最简明的方法就叫08宪章比较好。于是呢，这名字就定为08宪章这08宪章呢，一共大约分为19条这个4000多字08宪章一开始在起草的时候呢，是1万多字，1万多字呢，起草出来之后大家都认为太长了。然后刘晓波就征求了很多意见，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把这内容进行压缩。最后就压缩到了4000多字。就你自己了解的08宪章是小波起草的，不是，几个人一起起草的，但他是重要的执笔人。他究竟有在这个08宪章的过程中，究竟是个什么作用？因为在我的严厉打击下，给他描述了他的未来之后，我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真的跑不动了，我说的。然后他当时答应我的是，我只签字，不去找人什么的。后来没办法，东西看不下去呗，还是自己又上阵了，然后我就没再说什么了。据刘晓波的好朋友徐有余回忆说当时一开始找到他刘晓波说，我有手上有一份文件，希望你能够支持一下。徐有余看到这个08宪章的时候他提了2点。他说第一点呢，他说对这个行动他不是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呢？他说切忌把这种公开性的活动定期搞成了一个什么例行公事的活动。你每次你到一个什么日子，你就签个字，签个字，然后搞一个公开信。但是这个公开信对推动中国民主的事业到底有多大作用呢？首先要从根子上想一下这个问题。其次呢，他认为这08宪章里头的内容写的还是太激进。他说你要广泛征求人们的
签名啊，你就不能把这内容写得太激进。你写得太激进了，你写打倒共产党，谁还敢签名啊？一签名直接抓起来了，对不对？当然，08宪章里头并没有写打倒共产党啊，只是他那个观点，徐有余认为比较激进。事后啊，据徐有余回忆说啊，刘晓波啊就把他那个第2点意见全部纳进去了，就是把这个文本呢写得更委婉了一些啊，更温和了一些啊。于是呢，徐有余最后就在上面呢签了字啊。那么这个08宪章当时签署的这个人呢，大概分为3类人。第一类人呢，基本就是社会知名人士，比如于浩成啊，比如说毛于轼啊，比如说贺卫方啊，比如说戴晴啊，这批人呢，他们为什么签名呢？基本上都是就我刚才讲的，他们实际上是64一代人，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有期待。另外一批人呢，就是一些维权人士，比如像丁子霖、天安门母亲的群体，他长年以来就希望中共能够平反64嘛。你比如说姚立法，长年以来以自己的个体身份来参选人大代表。第3部分呢，就是一些一般性的这个社会知名人士啊，主要是这3类人啊。其实当时签署这个宪章还是需要付出一点勇气的。当时啊，那个梁文道就曾经写过，他说看到这个文本的时候啊，怕不怕？肯定是怕呀。你别看是在香港啊，香港也怕呀。难道你就不怕在大陆出书不让你出，不让你发言吗？但是反过来他说，看了这份文本之后，那有什么违法的地方吗？没有嘛。如果人人都怕都不发言，这社会怎么进步呢？于是梁文道也签了字。就在这种情况下，有300多人在首批的过程中跟着这个刘晓波一起签了字。据事后啊，中共的这个起诉刘晓波的起诉书里说啊，说首批签字的这批人中间，大概有1/3左右的人呢，都是刘晓波往来的。而刘晓波的传记作者于杰说啊，在08年的夏秋之际啊，刘晓波经常搞一个自行车，在北京啊穿来穿去，拜访很多人。比如说像毛于轼啊，比如说像鲍同啊，比如说这些人呢，都是他努力争取的对象，听取大家的意见，最后汇总成了这么一个08宪章。这08宪章的内容啊，徐有余虽然说改完之后比较温和，那在我看来啊，其实也不是那么温和，因为他开篇就讲，他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虽然说你叫共和国，但实际上还是党天下呀，你基本上是以党治国呀。你想想这话说的多难听啊，对不对？那你这跟当年楚安平在那个反右时期所讲的那个党天下不是一样吗？紧接着他就讲，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呢，你虽然说在经济上获得了一个比较大的进步，但是更重要的是，也是在政治上、在人权上彻底抛去了老毛那种完全的独裁体制，逐渐的给老百姓的一些人权，但是还不够嘛。所以现在社会矛盾此起彼伏嘛，最终中国要想走向宪政民主，我们有一些基本要求，说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这一共啊，这6个方面啊。这6个方面啊，实际上我看的时候啊，我觉得它主要有2个来源。哪2个来源呢？第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你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头对这个自由的规定，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罢工没有啊，但是其他游行示威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头有的呀。人权也讲了，人权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权利的，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的。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无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都平等自由，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都有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发现，如果你去看一下1945年左右啊，老毛写的那个《论联合政府》，实际上老毛当时呢，其实也是08宪章的先驱啊。比如说老毛那个《论联合政府》里头就讲了，他说人权不是国家赐予的，是每个人争取而来的。然后那个《论联合政府》里头也明确提到了军队国家化，还讲到什么？还讲到这个政党都必须是平等的。那你想想，老毛当年啊，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期啊，那一声呐喊呐，那绝对是08宪章的先驱啊。所以我觉得08宪章的基本理念大概就是这么2个渊源，一个渊源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另外一个渊源其实就是老毛他们共产党人在1945年时期跟国民党谈判的过程中间争取的一些权利。比如说周恩来当时跟那个马歇尔就反复讲，他说我们胜利之后，那一定要讲到所有的政党都必须平等吗？都必须开放党禁吗？对吧？所以那些思想实际上都凝结在了08宪章里面。紧接着他就讲到了19条基本主张啊，这基本主张里头第1条就讲到修改宪法，说这个宪法里头啊，你不能有任何人可以违背这个宪法的内容。
其次就讲到分权制衡，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嘛，所谓的就是这个分权主张嘛，对吧？地方实行自治，中央要经过宪法规定的明确授权，然后立法的过程中要民主，司法要独立，公器要公用，也就是军队国家化，就是跟老毛学的啊。人权保障是吧？公职选举，就是这个你市长啊、县长啊、省长你都得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啊，一共是19条。这19条里头啊，在我看来，为什么说它没有那么温和呢？其实有2条是要共产党命的，3条吧。第一条，它这里头讲到结社自由里头啊，就讲你要是放弃一党独裁，法律不能保证共产党一个共产党执政嘛，你其他的政党你要开放，那你想想，这不是动共产党的命根子吗？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军队国家化，军队国家化是不是？那在中国那是党指挥枪啊，那不是枪指挥党啊，是吧？这军队是属于党的，不是属于这个国家的，那是党军，不是国军呐。那这也是共产党啊能够执政的基础啊，让他杀学生他就杀学生啊。如果是军队国家化的，他完全可以拒绝执行共产党的命令嘛。第3个就是司法独立，所谓司法独立呢，其实也是要把党的权利置身于法律之下，而不是置身于法律之上。那你想想，这3点对共产党来说啊，那是完全不可以讨论的内容。你这个08宪章里头提出这些内容，那不是要他的命吗？所以你要说这个08宪章温和，我也不同意。在共产党看来，这是大逆不道啊！所以把刘晓波抓起来之后，最后是起诉他是颠覆政权罪，是吧？那为什么要颠覆政权？因为他讲了，中国这个社会中间是无产阶级专政，你要把共产党由这个一党执政，你变成了你所有的政党都平等，那还得了？那不就是想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吗？那所以对刘晓波那肯定是坚决打击啊。那么刘晓波啊，当时在2008年12月8号被抓起来之后呢，他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就消失了，也既没有说宣布逮捕他啊，然后呢也没有起诉他，这个人就消失了。最难的实际上是一开始你不知道人在哪儿的时候，那是最焦虑的时候。人被带走了，然后就没人告诉你这个人在哪儿，你就四处找去。你找到国保总队，他说他是公司。我就觉得一个政府就小家子气到这种程度，抓人的时候挺猛的，抓完人还不承认的呢。哎呀，太荒唐了。后来在2009年12月份起诉他的时候啊，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但其实他消失的这半年没有算刑期，一直到3个月之后啊，就他消失之后3个月之后呢，刘霞才跟他见了第一面。据说他被关在北京郊区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啊，房间也不大，每天他就在房间里暴走3个小时。当时刘晓波据说啊，跟刘霞说，他没有想到08宪章的反应这么激烈啊，因为08宪章，共产党呢抓了刘晓波，抓了张祖华，张祖华抓完之后呢，审问了几十个小时之后把他放了，但刘晓波一直就抓起来了，一直到了2009年的12月份呢，判处刘晓波呢有期徒刑11年，这个判的是非常非常重啊。你原来也没想到吗？判这么重？我想到了，你想到了？对，我预期的是10年。你觉得小波进去的时候想到了吗？他肯定没想到，因为我提醒他，警察就要来了，他还认为我神经。我早早就提醒他了，而且我看到看到会来，他却不觉得。我看到08宪章那天起，我就告诉他，被抓的人肯定是你，而且就你一个人，而且探监的人肯定就是我。当然，他可能看了很多材料，是说刘晓波是颠覆国家呀什么。他们自己我知道，他们其实他们自己也未必真的认为他要颠覆国家。一个书生用什么去颠覆国家？你怎么解释？就是你怎么分析这个事儿？对呀，是啊。
分析不了，他就是想抓你了呗，想让你失去自由呗。他觉得你可能在他们觉得是有危险的。那么共产党为什么要采取这个策略？我认为这个策略实际上还是挺聪明的啊。就是在08宪章过程中间，因为当时啊第一批签署的人有300多人，后来陆续签署的人呢加起来有1万多人。那这批1万多人的这个社会群体啊，多数都是社会精英。你要大规模的抓人，势必会影响社会情绪的强烈反弹。所以多数这些人，共产党都是找他们谈话，找你们让你撤销签名，你不撤销签名，他也会警告你。但同时呢，对刘晓波要进行重判。重判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杀一儆百。看到了吗？你们不是签署了吗？但是我告诉你啊，对刘晓波这样的人，那我们绝对要重判，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你们如果要想追随他而去，那刘晓波就是你们下一个命运的下场。那这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贺阻效应啊。所以你就知道，共产党现在对这个反对派势力啊，实际上他的打击也是越来越有经验呢。咱们说回到08宪章啊，08宪章当时啊一公布之后啊，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啊。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国民主进程过程中间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文件。但说句心里话，我认为啊，从某种角度来讲，08宪章啊，它其实啊在文本上有很大的价值，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讲啊，它的价值有限。在08宪章颁布之后呢，也有很多人提出了一些批评。这中间的批评中间，我觉得萧汉的一篇文章啊特别有价值。萧汉当时这篇文章里头就讲了，他说08宪章啊，从你文本的角度来讲，那确确实实啊，这是对的，没问题。共产党抓刘晓波也是肯定是错的啊。他宣扬的民主法治的理念，他也非常赞成。但是啊，他说你不管你是不是承认，签署08宪章是一个政治行动。既然是一个政治行动，你就应该考虑它在社会各界最大程度的可接受性。那么可以想见啊，居于被统治状态的人，包括我在内，都会赞成08宪章的理念和保护所有人权的具体措施。但是这份宪章最重要的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是什么呢？即如何让中共接受其中所有的观点。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紧接着他就开始论述了啊。他说宪章显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完全没有考虑到执政者能否接受这样一份建议。紧接着他就讲，他说中国的历史的角度来讲，这次宪政转型只是在辛亥革命上实现共和国理想的最后努力。你要知道，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啊，他说有2个国父，一个国父是孙中山，另外一个国父是袁世凯。因为南方闹独立的时候，实际上南方的这个革命党啊也没有几条枪，如果真打起来也不一定能打赢。后来是袁世凯跟南方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啊达成了一个协议，最后清帝退位。所以说啊，他说袁世凯实际上也是再造共和国的国父之一。他言下之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你如果要进行变革的时候啊，你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个权力拥有者他们的利益诉求。他说中国未来的政治道路啊，应该是在和平推动中完成宪政改革。这中间，共产党必定是其中的重要力量，甚至是最重要的力量。因此，不能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具体操作上都不能。而目前的宪章啊，其措施如果全部执行，那么共产党必然成为全体国民的敌人。那你要求共产党经过改革，把自己改造成沦为阶下囚的国家之敌，共产党能答应吗？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问话啊是非常有道理的。他说中国未来的宪政改革必须是没有敌人的政治，是一种仁者无敌的政治，政治事关公众生活，于内政增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于外则争取国家利益的制度和治理方法。所以他就提出来了，他说实际上你未来的这些中国的民间反对运动啊，你一定要考虑到一个制度性宽恕。这个制度性的宽恕啊，就是怎么能够让共产党在这个政治改革过程中间，他不会觉得自己被清算，不会觉得他自己啊利益受到特别大的损害，而且他还能接受普世价值。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份批评啊，是在所有对08宪章的批评过程中间是最有价值的。就是08宪章从文本的角度来讲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基本都是一些普世价值嘛。
但是在政治行动上来讲，他确实没有考虑到可操作性。但是毕竟啊，他的公布啊，他让国际社会知道，在中共的高压体系下，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内，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啊，他们在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来表达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愿景。这个可能是08宪章啊最大的意义。我个人觉得啊，刘晓波啊后来进了监狱之后啊，从某种角度来讲，他思想也发生了蜕变。大家都知道，2009年的12月份啊，刘晓波接受中共法庭的审判，在审判的最后啊，他念了自己的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我没有敌人，我也没有仇恨》。这篇文章啊，事后啊，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有瑞典的一个这个明星啊曾经朗读过。我个人觉得啊，实际上刘晓波啊，在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思想终于跟萧汉从某种程度上汇流了。所谓汇流了，萧汉在那篇批评文章里头就讲到，你要想进行政治变革，就必须是一场没有敌人的变革，仁者无敌嘛。而刘晓波啊，在我没有敌人的文章里头啊，其实也讲的是这个意思。他说啊，他其实面对这些公诉他的人，面对这些提审他的人，他不恨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只不过就是他自己的公职要求他这么做。而且呢，他自己也感觉到，他这次进监狱之后啊，北京的看守所啊，人权状况也在进行的一些改善。所以假以时日，他相信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也包括民主进程，也包括人权状况的改善，实际上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不可逆转。他认为啊，仇恨会让人蒙蔽双眼。尽管他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里头啊，在中共的唯一2次公共表达，都是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时候，因为他原本是一个知识分子，原本是一个大学老师，但是呢，这些权利都被剥夺了。正是在剥夺的时候，他才有机会从事一次公共表达，其实蛮讽刺的。但他仍然期待啊，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互相竞争又和平共处。每一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绝不会因为发表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会有人因言获罪。我觉得他这段话写的一定是受到了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的那篇演说词的那种启发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他在最后这个思想形成的过程中间，也是接受了很多人类社会过程中间的共同遗产。也许啊，正是因为他自己的经历以及08宪章的价值啊，刘晓波在201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呢，由于他自己不能去接受这份奖项啊，当时他获奖的时候啊，授奖委员会把这个奖颁布给了一个空椅子。Your Majesties,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as you know, for Liu Xiaobo or any of his close relatives to come to Oslo to receive the Nobel Medal and Diploma. At this stage in the ceremony, when we normally hand over the medal and the diploma, I place them in the empty chair held by Liu Xiaobo. This symbolic delivery of the prize is rare in Peace Prize history. 这个刘晓波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共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啊，因为他原本是希望通过刘晓波啊来杀一儆百，但没想到呢，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奖啊，在国际上拥有了更高的知名度。于是呢，也让这个国际上更多的关注了中国的人权改善状况。节目的最后啊，我还想评价一下刘晓波跟他08宪章这件事情啊。首先是从他自己的个体角度来讲啊，我觉得啊，苏小康对刘晓波有一个评价说得非常好。他说刘晓波以他自己的牺牲啊，重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这句话评价非常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8964之后啊，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或者陷于沉默，
或者去发财去了，然后剩下的一批人呢就流亡到了海外。大家都知道，前几天宋小康啊曾经对流亡海外的这批知识分子啊有过非常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些海外的民运这些人士都是一些非常自私的人，一个是他们自己没有反省精神，另外一个方面，其实他们在海外搞的这些活动啊，对中国的民主事业也没什么帮助啊。相反，刘晓波啊，他其实啊这些年他一直没有离开中国。刘晓波大家都知道啊，在91年他释放之后啊，他曾经短暂的到美国去旅行过一次。他那次啊，其实可以留在美国，不回中国。但是他即将回中国的时候呢，有人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要回中国？因为你回中国完全有可能你再也出不来了。事实上证明，刘晓波回国之后也确实再也没有出来啊。刘晓波当时回答了一句话，他说在中国哪怕做非常具体的小事情，也比在海外成立这些民运组织啊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觉得刘晓波这句话说的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的值得肯定啊。就是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你要想让它推动它的民主事业，说句心里话，你就必须在它本土来做活动。你在海外做活动，你哪怕你开多少次这个研讨会，你搞多少个宣言，对中国社会本身来讲都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你在中国做这个事情啊，毫无疑问，你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刘晓波知道这一点，而且愿意做出这个牺牲。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不是替他自己来做这件事情，他是替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重塑了人格。因为走到他这一条路上的人，他基本上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就他一个人。但是呢，他为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啊，提高了一个维度，这是第一个方面。有人经常问我，当年参加6·4的人那么多哈，现在人家特别是像你这种非学生的知识分子，所谓当年的黑手，现在很多人，大多数人都后来慢慢的都去干别的去了哈，经商的、出国的，或者出国回来重新回到体制内，大学里当老师的，甚至进入政府部门的哈，然后做各行各业的都有。他说：“那你干嘛？你在20年仍然坚持在这个上，在国内不能发表任何文章，不能接受任何采访，不能到任何单位去任职哈，只靠你自己写作。因为我觉得人干什么都要付代价。中国这么一个独裁社会，一个畸形社会，比如说你去经商了，你也要付代价。你可以赚到钱，但是你付出很多人格上的代价。你在体制内当记者、当老师，你也要付代价。你会说很多假话，你会说有些话你不能直接讲，对吧？啊，你总要付代价。而我在这儿，我坚持我自己的信念，我坚持说真话啊。坚持批评这个独裁制度，坚持为6·4的公正评价，为那些亡灵在天之灵，讨还历史公道。那么我可以直接说出来，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只要是你自己认定的东西，你就应该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而这种乐观呢，倒不是因为你能看到将来多长时间这个事情会有一个结果，而是因为我认为我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我这样做，我的人生很充实，我的良心能够得到安顿。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刘晓波啊，最终啊，在他09年被审判的时候啊，写的这篇演讲稿《我没有敌人》呢，算是他思想的集大成。而他这个思想啊，在经历过去20年的这个蜕变呢，也的确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大家都知道，刘晓波早年的时候啊，是一个思想比较激进的人，什么中国要殖民300年才能够完成民主化，也包括他在6·4啊期间绝食的时候，他虽然说我没有敌人啊，但他当时的思想仍然非常激进呢。他说死磕李鹏啊，但是经过了慢慢20年的这种思想进化，他终于进化到了这个所谓的我没有敌人的一个境地。我没有敌人呢，在我看来啊，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他其实强调的是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抵抗。因为面对一个独裁的统治啊，他实际上是在跟对方讲道理。他的好朋友崔卫平啊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跟独裁者能够怎么打交道？我们只有一种方式，就是跟他们讲道理。因为独裁者手上有枪，
我们有什么？你充其量只能跟对方讲道理，但是跟对方讲道理本身这个东西就非常重要，因为最终道理是可以有可能战胜这些枪炮的。所以非暴力不合作，这个后来成为了刘晓波实际上践行他的这个反对运动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当然，他这篇文章在海外曾经引起过非常大的争议但我自己来讲，我是非常赞成这种做法的，就是在中国的制度转型过程中，要坚持非暴力，要坚持不合作，要坚持非暴力的反对运动，这是第2点。第3点就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个人觉得它其实未来的政治变革一定是内生性的，不太可能是像东欧那样的通过外部的一个变化导致整个国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种内生性的变化的过程中间，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出现，就是那个具有道德感召力的政治领袖。有人经常讲民主制度实际上是防范坏人的，或者说是把人性假定为恶的，这都没有错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神秘的第一次推动过程中间，你是很难通过坏人来完成制度转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的制宪会议，那些人都是一些谦谦君子但制定的一个措施出来，是为了防止这样的一个制度被坏人所侵扰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些历史上著名的转型的国家，比如南非当时有曼德拉，有这个图图主教；印度呢有这个圣雄甘地。那么这些人呢，他其实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发挥非常大的作用，都有2个特征：第一，极具政治感召力或者道德感第二呢，是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你想想，曼德拉一个人关监狱关了20多年，而这个圣雄甘地面对殖民地政府对他的打压，所践行的那样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本身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迫害，最后呢又被刺杀身亡。正是他们的这种牺牲和道德感召力最终促使了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其实在中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中，我认为刘晓波相对来讲是最接近这个形象的一个人物。尽管在我看来，他跟曼德拉、跟这个图图主教、跟圣雄甘地比起来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但毕竟他是最像的一个人。除了刘晓波之外，你再去看这个整个中国过去30年来的这个政治反对运动过程中间的领袖，没有其他的人还可以跟他比肩了。当然了，非常可惜刘晓波呢在2017年的时候因为身患肝癌而去世他的去世之后实际上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基本上也都进入到了一个衰退期。中共其实现在是非常聪明的他把这些政治反对运动的人尽可能都赶到了国外，赶到了国外之后，你对中国社会就没有影响了。剩下有一批人，如果你是死硬分子，我就把你关到监狱，关到监狱里头判重刑，其实让你长期跟社会脱节。你真出来的时候不但磨蚀你的意志同时你对这个社会也慢慢的不了解了。于是你在中国就很难形成一个成气候的政治反对运动。我有时候看到这些风起云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常常会感慨或许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的国家要想完成政治转型需要的时间可能要分外的长。所以下一个刘晓波，下一个政治领袖，在现在的当下可能还没有出现。至于什么时候出现呢？我不知道，我们祈祷但是有一点我会相信历史的这个潮流浩浩荡荡向前发展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整个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复兴的过程中间，那民主宪政的理想早晚有一天会实现的，我坚信这一点。到那一天的时候刘晓波这批人在今天的牺牲也会得到后世人的尊重和承认。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这从08县长死那会儿被抓走的，其实前3年我就看到这东西了。从那一刻，我的心就一直滴流着。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o Liu Xiaobo. Liu Xiaobo是因触犯中国法律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
陆委会把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人，完全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在独裁国家从事反对运动，那么面对警察坐监狱就是你职业的一部分。我觉得很多东西只要是你自己认定的东西，你就应该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而这种乐观呢，倒不是因为你能看到将来多长时间这个事情会有一个结果，而是因为我认为我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一直的关注，谢谢大家，再见。提问呢 So much for the briefing. 能提问吗？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from the media. 我们有好多问题啊。好，谢谢大家。情况介绍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